真的是恨铁不成钢啊！我一直是怪物猎人系列的忠实粉丝，是那种为了玩新作可以不惜一切的玩家。当年为了体验 3DS 上的马赛克猎人，我甚至先后入手了2台日版 3DS， 哪怕全程啃着日语生肉的菜单，也要刷个昏天黑地。甚至之前还做了一期视频，好好的吹了一波怪物猎人是怎么花了20年的时间一步步进化至今的。但是最近怪物猎人荒野在 Steam 上差评如潮，这个曾经巅峰时拥有接近140万的同时在线的游戏，如今却跌落至了谷底，玩家的数量流失了将近98%，这让我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这个系列，或者说是它背后的公司卡普空。这一家曾经以创意和品质著称的公司，如今也向资本低下了头颅，染上了和动视、EA、索尼、华纳这些大厂一样相同的病症。不可否认的是，从怪物猎人荒野我能看出开发者的用心，但正如其他大厂的通病一样，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开发者，而在于被市场和资本裹挟的公司高管。大家好，欢迎来到第9频道，我是老九，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9艺术的真谛。其实怪物猎人系列在 PC 平台上的首发表现一直都很糟糕，就比如说之前的怪物猎人世界，别看它现在是特别好评， PC 版刚刚发售那会儿，游戏的优化也是一言难尽，而且比荒野还要糟糕，各种闪退、掉线、卡顿、掉帧，它都不是像荒野刚发售那会儿的褒贬不一啊，而是一发售就是多半差评。这和它在当时刚刚打入西方市场有一定的关系。其他老卡家的非猛汉游戏啊，就比如还有后来的这个《龙之信条2》，也是大量差评，而且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完全修好。有人说这是 RE 引擎的锅，但是《龙信2》和《荒野》这2个游戏其实在主机上运行的都挺好的，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毕竟主机的硬件是固定的，做起优化要方便很多，而 PC 硬件可以说是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一套配置，所以优化起来难度上就要高上不少啊！我并不是在这里给卡普通找借口啊，我只是觉得优化这种东西，只要耐下心来好好做，是一定可以做好的。就像怪物猎人世界一样，它现在的优化就很好，只是这意味着卡普空要在这个上面下很多的功夫，花更多的时间。可是恰恰卡普空最缺的就是时间，尤其是在荒野发售之前的那段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要从 PC 游戏市场的崛起说起。PC 玩家市场的爆发式增长可谓是越来越快，这些玩家在销售额中所占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荒野在 Steam 上的销量仅仅在美国就占到美国总销量的1半还多。要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在家用机已经成为美国人玩游戏的习惯性选择的时候，这个数据可以说是颠覆性的。从这个情况放眼全球，你会发现 PC 玩家的增长趋势势不可挡。那么 PC 市场这么大的一块蛋糕，卡普空为什么不好好做呢？为什么首发的优化这么差，还要硬上 PC 呢？其原因就是刚刚过去的日本财年是卡普空实现连续营业利润增长的第12年，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年同时也是这个公司连续利润增长超过10%的第10年。他们想要达成这个连续10年营业增长超过10%的商业成就，不想功亏一篑。PC 市场现在占据了他们营收的很大一块，如果这次荒野的 PC 版本不赶在财年结束一同发售的话，他们的连续增长记录就会被打破，那么投资人就会撤资，股价就会下跌，某些高管的奖金就会不翼而飞。这和我之前视频里面批判的那些大厂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当年呼吁游戏涨价最凶的就有他们的 CEO。 我之前做那期关于游戏定价$80的视频的时候，其实犹豫了半天，最终因为对卡普空的粉丝滤镜没有点名批评他们。现在想想，他们确实有所谓的理由去推动游戏的涨价，不然怎么兑现对股东夸下的海口呢？我原本以为卡普空和其他的大厂会有所不同，
没想到本质上差别不大。其实现在的游戏行业是非常畸形的，市场的竞争如此激烈，一旦增长放缓，投资人就会把资金投向其他公司，这其实是一种恶性循环，一种不健康的竞争模式。大家都在卷到最后，高管就只会盯着短期的财报数据，而不断的压榨开发者，游戏质量下滑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在这个游戏还仅仅只是试玩版的时候有人就跳出来说这只是 beta， 正式版肯定会改的，肯定会改善的。当时我就想吐槽了，根据我多年玩游戏的经验， beta 测试其实根本就不是测试，而是一种宣传的手段，一种广告。他不可能把正式版已经做好的优化从 beta 里面拿掉的，因为他这么做的话就是在砸自己的招牌。而荒野的优化问题早在 beta 测试的时候就存在了，开发者们不是不想改，而是根本没有时间让他们去改。在高管的压力下，开发者在这个财年结束之前只能优先优化主机，然后推出半成品优化的 PC 版本。说到优化，这个游戏的 PC 优化实在是太差了。之前我还有粉丝滤镜的时候，我一开始我的电脑经常打着怪就变成了多边形我还以为是我自己的3070显卡太老了，显存太小了，需要升级换代。后来首发抢了一张原价卡，等了黄仁勋4个多月，换上了 RTX 5090之后，原本我以为我要起飞了，结果却是大失所望。强如当今卡皇都无法很好的handle荒野的画面，不开真生成的情况，这个帧数也是平平无奇，而且它的这个画面效果也不好雾蒙蒙的一片灰。后来玩了一些优化比较好的游戏比如剑心我的粉丝滤镜才彻底消失。他们最新的补丁号称是加入了大力水手4的支持，但是大哥，这游戏都发售了快4个月了，到现在才支持吗？你看看《龙之信条2》至今仍有未解决的某些优化问题，你让我怎么能够不担心呢？之前看到卡普空面对玩家吐槽优化的问题时，竟然建议玩家去手动删除着色器的配置文件，然后重新加载。这在我看来不仅显得极不专业，明明一个补丁就能够解决的事情，他们偏偏要求玩家去手动自己去找这个文件。更别提这个解决方案就像是明明你家网线已经断了，但是客服还让你重启路由器一样敷衍。而且卡普空在以前就有点看人下菜碟的意思，亚洲区的怪物猎人分为上位和 G 位版本，而到了欧美市场他就只推出了 G 位版本。如今欧美市场打开了，他们干脆直接针对全肤色人种一起割韭菜。其实我一直很疑惑，为什么怪物猎人一部作品要分成上位和 G 位2个版本呢？不过以前我也没有太在意，毕竟过去即使只有上位的内容，游戏的分量也是非常的足，刷的要素也很多。但是最近几年的几部作品，比如世界和崛起，给我的感觉就是本体的内容越来越少，而一旦推出 G 位的资料片，内容一下子就变得丰富了起来。而荒野呢，它的第一个 DLC 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应该不是一个 DLC， 而是原本就在本体里面的，但是卡普空把它从本体里面给拆出来了。你想想看为什么作为最终 BOSS 的白赤龙在第一弹 DLC 更新之前没有上位的任务呢？美其名曰免费 DLC， 实际上就是在跟你挤牙膏。这让我感觉卡普空像是故意把本片的内容做得非常的单薄，然后把好东西全部留到 G 位的版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卡普空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本体和资料片两相权衡，他们自然会选择在资料片上投入更多的资源。毕竟凭借自己的品牌号召力，先忽悠一波本体的销量并不困难，尤其是在怪物猎人世界之后，在他们现在自信心爆棚的情况之下。但是荒野的资料片我预计我们还要等很久，为什么呢？因为明年卡普空会扎堆推出许多大作，像生化危机9、鬼武者，还有那个小女孩的那个新游戏我忘了叫什么名字，这可不得慢慢更新，慢慢拖时间啊，牙膏都给你挤爆了。
前2天更新的海龙和千仞龙打完我就下线了。不过说实话，内容少对我个人来说影响不大，毕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天天盯着一个游戏刷了。但是我并不能代表所有人 ，Steam 下面的差评和其他更专注怪物猎人的博主已经说明了问题。现在看来，卡普空若是想扭转局面，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就像墙倒众人推一样，长时间的不作为让一些玩家彻底的失望，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去更改评论了。而讽刺的是，正是因为他们卖的太多，卖的太好了，这艘大船正在全速前进，撞向冰山而难以掉头啊！有人可能就会说，卡普空游戏卖了这么多，钱也赚得够够的了，到时候等 G 位资料片一出，你们这些人还不是会照样买单？但是以现在的舆论来看，资料片的销量恐怕是有点悬了。至少对我来说，我会先等上个2周，看看大家的评价。如果风评不好，就直接等打折算了。唉，我常说没有王朝是永恒的，如今这句话正在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公司之一身上逐渐的应验。之前有观众在那一期使命召唤相关的视频下给我留言，说怪物猎人正在成为东方的使命召唤。我当时还不以为然，现在想想这句话还真是有好几分道理。Later， 卡普空的困境让我既失望又无奈。作为老粉丝，我曾对怪物猎人抱有无限的期待，但是如今挤牙膏式的 DLC 策略被资本绑架的开发节奏也让我逐渐的清醒。游戏行业的本质正在这一件件的事情中不断的暴露，那就是短期利益压倒长期口碑，玩家热情被无情透支。卡普空的高管或许还能靠着品牌的号召力，在未来继续再忽悠几波销量，但是这种恶性循环终将自食恶果。当玩家的信任崩塌，差评如潮，再大的 IP 也难逃衰落。怪物猎人会成为东方的使命召唤吗？或许这只是个开始，但如果卡普空继续无视玩家的声音，让商业决策主导游戏开发，那么这个预言可能就真的会成真。我希望他们能够停下来，认真倾听，回归初心，别让我们这些粉丝的热爱彻底冷却。Anyways， 欢迎收看第9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对卡普空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